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QJ Moto 肖600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啊，非常难得的在 QJ 的自己体系里，大家看车身的整体比例、线条塑造了一种轻盈感啊，整体风格是比较精瘦和高挑的，有别于以往的那种传统 ADV 给我们带来的重装、重甲、重机那种感觉啊，整个车的轻盈感还是比较明确的啊。我们先从车头部分看起啊，全新设计的这种大灯，周围这一圈其实是日间行车灯啊，主灯在中间部分。下方原厂就给大家带了2颗射灯啊，中间也预留了行车记录仪的位置啊。这个射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啊，一共有8颗的灯组啊，照明效果还是比较 OK 的啊。整个风挡、车头的部分都是这样一个全新的设计语言，比较干练和清爽啊。车身侧面的线条看一下，整体风格还是比较硬朗的，油箱容积是20.5升啊，整个侧面那种饱满感，我觉得都是比较明确的啊。只是这个蓝色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出一个沙漠黄或者迷彩绿的话，那就更棒了，对吧？整个车身侧面没有做过多的覆盖，你看发动机都是裸露出来的啊，但是通过不同的材质、饰板的修饰，这种立体感做的是比较好的。再看一下车架的焊缝啊，这些处理，整车的做工，我觉得 QJ 现在要比过去其实要提升不少的。肖600整体的设计就是比较简洁、明快、清爽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马祖提提供的可调的倒立减震，搭一个 Brembo 的对4双碟的浮动盘，盘幅是320，在3万以内算是比较顶的配置了，对吧？轮胎的尺寸，包括这个轮毂也是铝合金的，前19后17这样的搭配。马技斯提供了比较偏向公路的这样一套胎啊，因为这个整个车身的这个叫公路版嘛，看起来就是公路 SUV 的感觉啊。这个挡泥瓦的尺寸倒是比较好。里边这个护板敲敲看啊，金属的这种质感、厚度，我觉得都还是挺 OK 的啊。好，我们转到车身侧面来看一下这个机子的核心啊，550S 这个平台今年确实表现不错啊，赛550呀，追550啊。其实这个发动机这个出力特性啊，前中段是比较猛的，做一台 ADV 还真的是挺合适，甚至我觉得它低扭表现都是不错的啊。转到这边看一下啊，这车的离地间隙超过200，还是有一定非铺装路面能力的啊。但这个公路版呢是没有配大撑的啊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后置中央减震依然是马自奇提供的，整车的悬架调教还有一丝运动性能的表现当然这个是没有挂3厢，我80公斤的体重大家可以作为参照啊。后摇臂是这样的一个方形管啊，但比较粗壮有力，简单大方。后刹也是 Brembo 的单碟单活塞啊。尾排的设计大家看一下，是一个上翘设计，做了熏黑的处理啊，跟整车的一致性还是比较协调的，对吧？也有一些强调啊，我是一个 ADV 的设定啊，比如说这个可以去下的胶垫，对吧？也是这样风格的一种表达啊。这个车是没有挂3厢，也没有3厢支架的啊，就是尾部比较清爽的这种设计。如果你要长途摩旅的话，可以等那个越野的版本啊。这刹车灯、左右的转向灯都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，整体风格就是比较硬朗和简单啊。当然它也是听劝了。比如说后面那个挡泥瓦就实心了，不像赛550一样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看一下坐垫的部分啊，第2排的坐垫其实还是比较厚实，面积也是比较可观的，我觉得是可以带人的。它集成了一点小靠背这样的功能啊，这个靠背虽然不大，大概一个手掌这样，但实际在旅行过程当中，我们等个红灯啊什么还是挺有用的啊。驾驶员的座位整个摩擦力表面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都是不错的，海绵填充也挺厚实的。我们看一下油箱和坐垫的切角，虽然是比较直啊，但是因为这个车整体的比例啊，车头部分是比较高的，你坐上去以后啊，它不会说身体向前倾啊，因此在骑乘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对小花式使用照顾也是比较 OK 的啊。整体的风格看下来，我对肖600的外观设计还是比较满意的啊，比较难得的在 QJ 的整个体系里面或者肖系列里面啊，走出了一个比较清爽的、比较干练的、比较简洁的，对吧？比较精瘦的这样的一种风格，看起来灵活性就是不错的啊。等一下我们开起来也来感受一下肖600的外观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？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肖600的第一视角啊，其实这个车把挺宽的，然后车头位置也挺高的，对吧？骑上去还是有那种高头大马的感觉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油箱的漆水这个漆水其实还 OK 了，对吧？但是这个蓝色确实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啊。侧边的板花是贴在外面的，方便你抠下来，所以我如果拿到这个车的话，我就给它改一个迷彩绿或者沙漠黄的感觉啊。
油箱这个上面的饰板虽然是这种塑料的材质，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啊，比水转印那种假的碳纤维看起来还是要顺眼不少的，对吧？我们还是从车把、按键这些位置看起，对吧？这一套模具其实就是赛550全新更新的那一套啊，视觉上有一些新鲜感，然后大小、阻尼、回弹、按压起来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也挺喜欢这一套的一个按键布局的，对吧？这边是一个射灯的开关，小小一点，也挺精致的啊，使用起来没有什么毛病啊。滑动离合手感挺轻啊，2指就可以掌握，牛角也是可以调节的。你看手把按键这里还有一个手把加热啊，算是照顾到了很多北方的这种工况啊。按键颗粒感也挺大的，然后这次搭配的还是一个拉线的油门啊，油门手感我们动态开起来再跟大家聊啊。然后这个上泵的手感我觉得也是不错的，日常使用的话2指就够用了啊，这是我的感觉。转到这边看一下，原厂就给大家配备了 Type C 和 USB 的充电口啊，因为你要模拟嘛，这个车型定位对吧，可能要插很多的设备，包括这边还给了一个点烟器。当然，我想它更多的用途还是拓展我们的设备，对吧？如果戴着头盔的话，点烟可能不太方便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仪表啊，7英寸的 TFT 的一个仪表啊，当然这个上面有一层膜，可能影响一下大家的观看。实物的话，显示的清晰啊、亮度要比我镜头呈现当中还要更好一些啊。但你让我选的话，我还是喜欢那个赛550S 的那个仪表，因为那个看起来更加的战斗一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仪表整个风格啊，上面是一些状态栏，两边是一些车辆信息，中间就是它一个主要显示的功能啊。实用性方面其实还是挺 OK 的啊，也支持移动互联啊、手机投屏啊，这些功能都是有的，而且车机逻辑是比较简单的啊，你直接进去，然后选取调节完以后直接返回就 OK 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页面风格有2个风格可以进行选择，我们把它调成白色的给大家看一下，白色的显示效果可能更加的直接一些，对吧？屏幕挺大也挺好用，对吧？如果这个颜色上能够再优化一点，视觉呈现上更漂亮一点，我觉得就更好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体验一下 QJ Model 的枭600啊，点火给大家听个声音。好，我们开起来聊啊。今天因为时间和场地的原因啊，我们只能在这个园区的内部道路里浅浅的骑上几圈，算是建立一个初步印象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和反馈，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参照啊。枭600这台车搭载的依然是今年 QJ 非常着重打造的550S 这个平台，在同价位同级别里面，那个动力水平绝对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。我在这里拉一把，整个加速那种体感给你那种拖拽和拉扯感还是比较明确的，而且油门调教也是比较跟手的啊。它有61.2的马力，有55的扭矩，而且在5500转就爆发了啊，所以说前中段那种强悍的感觉传递的是比较明确的。放在一台 ADV 身上的话，就可以给你那种动力澎湃那种感觉啊。然后这个车整备质量不到200公斤啊，你明显能够感觉到骑上去以后，它是一个非常轻盈和轻巧的车。然后骑乘三角就是街车化那种感觉，虽然手把可能比一般的街车高那么一点点啊，但是你骑行起来那种轻巧感、轻盈感传递的是非常明确的。一上手就有一种这个车非常好骑，非常好掌控啊，对你的骑行驾驶技术可能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车，一体性是挺强的，包括弯道当中整个支撑啊，这种循迹性，我觉得都是有一定运动化表达的这个车型啊，有点运动 SUV 那种感觉，对吧？然后悬架的调教，在这种素车状态下，没有挂3厢，我80公斤体重这样的一种工况下，我觉得表现是非常好的啊。过下减速、带压处理都是非常干脆的，没有任何的余震啊，支撑性还挺足的，对吧？当然你体重可能特别轻的话，我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重？但是我目前的感觉，它是高级感和韧性都是兼具的这样的一种调教。马祖奇现在 QJ 调教的功底已经是越来越高了，对吧？这个车调到运动模式，然后如果能出去拉一下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应该开起来是一个非常爽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在铺装路面的表现，包括刹车呀、油门啊、打档，我觉得都算是完成度挺高的一台车啊。目前 QJ 550S 这3台车其实表现，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因为咱们今天只能试一下这种在公路上的一种行驶，它作为一台 ADV 在非铺装路面上一种表现啊，或者你要拿去长途摩旅啊，整个舒适性啊这个方面的表达，可能日后我们如果能把这个车借出去的话，我再给大家拍一期详细的这种体验上手的视频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期待一下啊，对吧？然后整体骑下来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骑、非常好上手、非常轻盈这样的一台车子，对吧？以一个
不到3万的价格，然后60匹的这样一个马力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，我觉得是这个排量级别可以着重考虑的一个车型了啊。当然，如果让我再建议的话，那就是希望它的质量上面啊 ，QJ 能把好质量关，后面的品控啊这些都能够做好。还有一个就是外观上啊，比如说漆水啊这些层面，能不能出一些比较狂野的，对吧？啊，比如说沙漠呀、丛林呀、绿洲啊这些主题啊，比较诗与远方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那样的话，我觉得跟这个车的调性更搭一些。